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射手绝活哥的一个金克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他的兑现情况。他的出装呢就很喜欢带这个叫什么吸血的，他不怎么喜欢带攻速，所以可以学习一下，但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带，因为毕竟这是他的习惯。小炮的话就是上来打一套，没了那一套你就可以压他了，只要他没有 E 技能，你就完全可以压着他打。前期的话他没有平 A 是没有太多伤害的，前中期小炮这个英雄就只能靠 E 技能去拼伤害，然后打收割这样的方式。而且这里面米利欧因为搭配的米利欧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手长的优势，一直去压制对方。对方连补兵都不好补，这是最难受的一个点。像对面其实遇到金克斯，遇到自己家射手是个那个什么小炮的时候，就不该选这种英雄。很难说突进然后打一套。会被对面一直压着，你要去强行去打个控制，你可能已经掉半血了。然后这里盲僧过来想解围，自己家辅助也来，那个打野也来了，把人家给赶走了。因为是带了僵尸守卫的，所以要去排一下眼，看看有没有增加攻击力的。前期你要是能增加3点攻击力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它是5层嘛，每一层3点攻击力，叠满的话额外增加10点攻击力。如果你能前期叠满5层，但是对面真的就是菩萨了，这种都是菩萨局。这种的话可以速推，打野的话蹲在这边，应该是藏住了，就等对面直接上来打一套是吧？这里的话雪人出来的有点早。盲僧去抓中路了，那打野走了，这种就是压制对方，然后去磨塔皮就好了，吃塔皮，吃这种收益。到处都没眼，就你带僵尸守卫的弊端就在这里面，如果对方不做眼，你是很难受的。他们的眼估计是坐在了靠自己家那个方向的那个三角草丛。这里的话给个大招，不知道能不能中，可以，残血还不走。有个蓝 buff， 所以这里面不需要太多的去控蓝。
就在塔里面的话，就给炮形态，哎 ，A 塔的过程中呢，能去消耗对方血量。哦，盲僧应该在附近。哦，阿离来了，难怪突然打起残来。这种越塔的话，越的是比较不明智的，千万不要去越塔，双人路这种成本特别大。你会发现打完一波团，反倒是自己这边亏了。但这边的话，因为金克斯一个很好的血量，可以反收割了一波阿离。这里的话，可惜没有做这个收集者啊！要是有收集者，那就爽吃了。这里的话过来，龙团的话应该是可以稳稳拿下，对面少人的小炮。哦，对面上单都下来了，自己家上单，现在传送下来，顶回来一个小炮。哦，不对，是阿离，还想大招跑不掉了。直接转中路就可以了，然后让中单去边路。路又来了，还那个米利欧的一个大招，这样的话只能卖这个辅助了。对方4个人抓中路，跑不掉了，能只掉一个辅助已经是赚了。收集者的话，第一件啊，金克斯毕竟第一件还是难出很大的伤害。这里的话，大招已经续上了，大招给出去，但被挡住了。对，盲僧刚好 W 过来，回去把火炮给做出来。狂风之力也做出来了，前期的话没有叠太多的那个。这里狂风之力的话是想骗那个谁啊？这里被抬到了，必须得交闪，回头再打。这里面就纯浪了，有点装了。这样的话送了个，是刚刚拿到了一点小优势啊，又送出去了。但还好啊，绝活哥这边8-1优势还是大，只不过队友那边是比较劣势的，队友的经济不咋地。
像刚刚那波的话，有一波就是想利用狂风之力骗掉阿离的 E 技能。有可能来抓金克斯了，靠过来了，2、3个人的，这时候其实可以尝试回头打，不怕。双 C 在这边，打野也过来，这样的话可以转中路。这样的话补出来3件套，其实打团的时候 AOE 伤害很满的。虽然说没有那个，还没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破甲弓嘛，但完全不虚。现在因为那个卢安娜飓风的话，也是有那个叫什么暴击了，所以他也是暴击流出装的一员之一了。他这个3件套以后，他那个满爆，几乎满爆吧。主要是 AOE 伤害太猛了，他的 Q 技能开了启以后的 AOE 伤害，看到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变态。其实拿完这条龙的话，可以尝试一波了。现在的伤害是够的，而且他这种 AOE 打出来的伤害，回血回的。因为带的是那个吸血符文嘛，所以回血回的也是 OK 的。再搭配上米利欧是吧？软辅的一个回复效果，完全就够用。应该是满爆了，他出了这件这个叫什么？那个暴击斗篷。金克斯这个英雄伤害还是高。但就是被针对的话就很难受，就你要玩的好的话，可能是吧，得看阵容。想要玩的舒服一些的话，得看阵容。对方还不回来守嘛？不回来守的话，应该可以一波了。有蓝 buff 完全是不差那个不缺蓝的。金克斯这英雄耗蓝没那么快，还好。有蓝 buff 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直满蓝状态。可以打了，已经提上了。这里定住了一个大招杀掉。这里的话再拆一座塔，续上了，续上的话可以开始收割人头。好了，开始虐拳了，游戏结束。那第1局的话应该就到这了，后面还有1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